到了。是。哥，就这么过去。在秦家，甚至嫂子眼里，您不是声威煌煌的军中传奇，而是他们口中唾弃的强奸犯。当年是我毁了的，现在我要补偿的。久闻周老贵宝号大名，今夜得见，实为秦某之幸。秦老客气了，今夜盛况全靠张少。谈不上。你和清寒就在这儿定了吧？清寒。老爷子，说好的，这孩子，把那野种送走。是。你要干什么？干嘛？君子，君子，君子，君子！你敢咬我！呀，孩子！是不是吓出人命了？这心脏啊，谁呀这么狠心啊？君子，君子，没事吧？求求你，救救妈妈！你妈妈是秦清寒，他们要逼妈妈嫁给坏人。想见着，谁也救不了你！你放开我！那只手就动不得。我劝你别多管闲事儿。儿子！手痒手。宝贝，去那边躲一下。我不伤及无辜，给你们时间离开。宰了他！上！说，宰了我吗？你也配？你是什么人？今晚是秦某人寿辰，你在这里动手，坏我秦张两家的喜事儿，究竟是什么目的？威逼利诱，强拆血亲，这也是喜事。是你？你见过他？我以前蹲过2天看守所，
他也在。他是个强奸犯！天犯！啊，原来是秦犯！金丝太危险了！秦清寒，当初就是这种败类毁了你和秦家的声誉，现在你又指望另外一个败类毁了你一步登天的机会啊！我不要一步登天。够了！张家肯给你机会，已经是个恩赐了，不然谁还肯要你啊？我对不起，跟我走。妈妈，江思喜欢这个叔叔。秦清寒，清寒，我的心意人尽皆知，而这就是我能给你最大的尊重。深海之秘，此前在巴塞尔的珠宝展会上的孤品，完美品相的蓝宝石，价值1000万。价值1000万，价值这么高？不错，只要你同意，这戒指就属于你。你值得更好的未来，而不是选择一个败类。这孩子本就不该出生，你应该懂得如何选择。秦清寒，还没想清楚吗？清寒，对的选择。拿捏女人非花点手段而已，不知道哪来的玩意儿，也配与我争？带我走吧。你选他？你糊涂了吗？静思喜欢他。很合适。清寒，我的许诺难道还比不上一个孩子？比不上。哼，那戒指呢？难道比不上这个败类的垃圾货？比不上。什么？把戒指收起来吧，张少，不要自取其辱。臭闹，你在说什么啊？你手上的是生意，而那位先生手上的是历史，远非俗物可。这么厉害啊！从何说起啊？当今广为人知的最昂贵的红钻，是那枚5.11克拉的莫塞耶夫。03年在哥伦比亚已经展出，轰动世界。但是在19世纪的珠宝文献当中，还记录着一枚仅存的8克拉红钻，萨卡拉戴夫拉格塞，上帝最后一滴血。以他所做的戒指叫苍穹之城，收录于北欧国家展厅。传说有人在一次撤侨行动中保存了那个国家的文化命脉，为表感激，国家元首亲自将它献出。可是5克拉的红钻已经是国宝级别了，以损耗最大的原型切割来处理这颗8克拉的红钻，唯有不计成本的国家机器才能做出最极致的奢靡，绝非金钱所能衡量，而是身份的极致。我们走吧。妈妈，我们回家。我们回家。
史清寒，你真的要跟着拜人？你要跟他走？怎么有异议？也是，你过寿，我两手空空的，还带人走，看来是不合适。你想干什么？送你一份礼物。这样他就老实了，省得你们费心。走吧。秦家，秦龙，周末还有点事，给我辞了。周老，赶快带他去医院，带他去看医生，找最好的医生。三个，走吧。好了。郑少，一个坐过牢的东西，能有那种戒指啊？哼，我不信。可郑老，那又如何？倘若他有身份，我不相信他能接受秦清寒的不甘；倘若他没身份，秦清寒能跟他过得下去吗？秦清寒早晚都得回来，我给过他机会了，是他自己作践自己。等他再回来的时候，别怪我不把他当人呢。怎么办，爸？跟张家的合作断不了。那怎么办？张哥的意思是，他还有耐心。看来我们得把清寒再逼一下。怎么逼啊？不留余地。你是说封浩集团？一来可以试一下那人的深浅，倘若他能解决清寒的问题，那我们自然没有什么损失；倘若他解决不了清寒的问题，那他人自然没命回来，一举两得。这就是你家？为什么有种熟悉的感觉？我们是不是见过？你想起来了。什么？妈妈，我饿了。金丝乖，妈妈给你做饭。你先坐。先生，你没事吧？你走开！你干嘛？你放手！你松开！你别过来！对不起，我控制不了我自己。妈妈说，这是她最讨厌的人留下来的。最讨厌的人是你爸爸吗？才不是呢，他们都说爸爸不好，可妈妈说爸爸是英雄。那你相信谁？当然是妈妈。确实，你妈妈她是这样的人。母亲永远不会给孩子留下创伤和阴影，哪怕她对那个人有着入骨的痛恨。怎么了？伤到手了？没事，只是小伤。我去拿药箱。坐下来吧，我来给你包扎。
帮我撕一下。嗯。谢谢啊。婚都求了，还客气什么？你坐着，我来。你还会做饭？不会。那切菜应该没问题。你的刀工很厉害啊。毕竟这个东西我还挺熟悉的。我来吧。那我去陪静思。去吧。这么晚了，他在洗澡。哦，那个，我整理好厨房了。哦，我看那个棉被只有一套，所以今天晚上我们是一起。我，如果你觉得今晚尴尬的话，我去外面沙发将就一晚。最贱呢。你不怕他吗？他保护了妈妈，是好人。他还说，只要他在，我们就再也不会分开。不会分开吗？大致情况就这样，事态非常严峻，近期我们都会被指派到你身边。一会儿我们得配合着点啊，千万不能出差。另外，上面给你的任务已经定下来了，知道了，应该很快就会给你。行了，我有事儿，晚会再说。你倒是劝劝呐！怎么劝？他吃死了，我们没法反抗。你说这怎么了？大伯逼我去来合作，很难办。岂止难办？那封浩集团要求有多高就不说了，他们让清寒去对接的那个负责人根本就不是个东西。封浩集团吗？一定要去。好，现在就去吧，说不定会很顺利呢。顺利？顺利？
终归还是要去的。哎呀，我现在就去。我送你。待会儿你先去，然后把位置发给我等会儿就过去。嗯。浩哥，开发新区的项目，准备一份交割协议。那不是集团的重点项目吗？您要让出去？是，我这就通知下去。不，协议交给我，我亲自去谈。您亲自去？可谁能让您？你知道集团为什么叫封号吗？号是我的名字。那封，他呀，是个传奇。别说只是项目了，哪怕是集团，他想要，我也绝无二话。嫂子要谈合作，我必须要把一切都准备好。是。看来，美女，哎，美女，正点啊！什么呢？跟我玩会儿啊？哎，还有喝玩？没喝完呢。对呀，玩会儿，玩会儿啊！美女，有事儿？我来找你们这的负责人。哦，这豹哥是吧？嗯。啊，来吧。哎，小天，别走啊！找豹哥玩去。结束了再出来啊。豹哥，有人来找你。别紧张，我知道，秦小姐今天是来谈生意的。这是秦氏的合作项目。哎，跟美女谈生意，不讲这些条条框框的。什么意思？想捞这桶金，喝了这杯酒，然后脱衣服躺下去。这喝呀，这又吵是吧？耽误的时间有点久啊。这才几口啊，这下。哎，干什么呢？我来找你们的负责人。这小子，你该不会是跟刚来的那女的一伙的吧？当个他面吧。还真是，那可真不假。豹哥正跟那女的干好事儿，跟这儿候着。哎呦！找死！
去找金豹。快点，别耽误了。好。齐小姐，请吧。我借你一身荆总，是来跟你谈合作的，不是来满足你的龌龊的。你以为秦家分这杯羹的代价是什么？他们让你来的时候，就应该已经清楚了。让你上老子的床，是因为看得起你。怎么，跟老子玩猎的？老子今天驯服你！谁？怎么回事？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他动的手，那我让他还回来。什么人敢动老子？说，哪只手？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啊？不说什么，那这手脚就都别想要。还愣着干什么？把人给我叫起来，弄死他！豹哥，兄弟们都被他撂倒了，他是怪我。兄弟，大哥，是我手贱，我认，我有眼无珠，是我已经废了，放了我。你他妈敢！老子上的是浩哥，是封号集团，黑白通吃。浩哥手里不只有上流权势，还半个江海的地下命脉。江浩嘛，他可真了不得。封号跟你不死不休。他们背后的势力很大。没事。浩哥，浩哥，浩哥来了，好可怜啊，你活不了了，怎么办？别担心。浩哥，是他砸了场子，非让我视你入屋。浩哥，上流权势，地下命脉，黑白通吃，哼，好大的威风！你都干了什么？浩哥，是他。我再问你一遍，干了什么？秦家要染指开发区项目，所以就把他送回来了。他是我嫂子，他
他是我哥。浩哥，不是我，是秦家。带出去，埋了他。浩哥，浩哥，浩哥，拿个趁手的家伙来。他死有余辜，能不能收敛点？行，我下次注意一下。你现在什么人都敢用啊？这件事，我难辞其咎。这胳膊，我赔给嫂子。哥，这次我替你扛，别再有下一次。我保证。陈老师，嫂子，让您受惊了。这辆车全当赔礼。我们是来要项目的，不是来收二手车。合同，这是开发新区的项目转让协议，嫂子您看看，要是不合适，集团所有的重点项目都可以调。我现在不想签了。嫂子，如果您不签，我这手不就……嫂子，再给江总一次机会。明明是我找他们寻求合作，现在反倒成了他们求我。这一切都是因为他，就连江浩都要叫他哥，他到底是什么身份？秦小姐，要不我把重要的项目都给你整理出来，让你再看看。不用了，只要开发新区项目可以合作就行。走，去交接吧。是，秦小姐，请跟我来。当年的事情查清楚了吗？如今的江海暗脉，我和陈元仲各占一半。当年对你和嫂子下手的，导致那场悲剧的，就是他儿子陈胜。陈胜吗？要不是你废他，那个畜生还不知道祸害多少人。所以是他设的局？是。买通嫂子的同学和我们的人，里应外合，想要借刀杀人。没错。当年的我们还惹不起秦家，而嫂子又是秦家的掌上明珠，所以他们是想让我进去，然后神不知鬼不觉的死在里面。是，但谁都没想到，你进去之后就消失了，而跟你有关的一切都蒸发得一干二净，就连秦家也查不到，当年和嫂子发生关系的究竟是谁？来了，任务下来了，很艰巨，能拒绝吗？少来这套，来坐。开除军籍这事儿，还抱怨我吗？当初要不是你保我，那我早死在监狱里了。保你的另有其人，不是你。我虽有保你出来的能力，但是却没有把你送进暗部的本事。或许这和你的身世有关。可我是个孤儿。你入主贪狼为将星之首，靠着自己的本事杀出来的。但是在这之前呢，似乎有人在暗处已经为你铺了路。是谁？我查不到。查不到？用了各种的手段，查到最后结果都是一片的空白。会不会是你想多了？其实根本就不存在。也许吧，不过我更倾向于你的身世，远比我想象的更复杂。差不多得了。洛皇集团，洛一皇，
这就是你的任务，保护好他，不惜一切代价。当初参与设局的那部分人，我已经剪除了一部分，除了嫂子的同学和陈胜，我还没动，只是监视。哥，要动手吗？不急，账得慢慢算，才还得清。查到了，他这次回来是为了洛皇集团。洛家那个丫头吗？是。风武的正妻本应该是她呀。爸，您是后悔当年遗弃了她吗？你那个媳妇儿的身份是禁忌，作为你们的孩子，凤舞生下来就在悬崖边上，遗弃并非我意，但若非如此，他活不下来。都谈好了？今晚我做东，大家一起吃个饭吧。金丝一个人在家里害怕，我可能得回家陪她。这也不好打车啊，要不我送嫂子？钥匙给我，到时候叫人来取车。走吧。走吧。走了。江总，我们打个车吧。谢谢。这种话其实我不怎么爱听。为什么？谢谢意味着身份，意味着后怕。你有危险，我却来晚了，这是我的错，不是我的功。以后别再让自己置身险境。他真的很在意我。叶枫武，如果你是个普通人，该有多好。给我儿子道歉！是他先骂我爸妈，还反咬一口，没爹养的孩子，我看就是欠收拾。静思，妈妈，你要收拾谁啊？对不起，妈妈来晚了。静思没事。放开我的手！对小孩都下得去手。我们回家吧。妈妈，别再有下次。我们走。你知道什么？是他先找事儿。静思没有，他先骂爸爸是坏人，他骂妈妈不干净，嘴里没一句实话。静思从不说谎。放屁！他要是没找事儿，我儿子为什么会平白无故骂他？况且我说的也没错吧？谁不知道他爹是个什么玩意儿？谁不知道他就是个野种？至于你，谁不知道你就是个破……我从不打女人，但畜生除外。妈妈，你没事吧？我的呀！给他们道歉。你怎么回事？校长，是他们闹事儿，动手打人。校长怎么？是你打的人？是我，但是他先侮辱妻人，
甚至还打小孩。作为校长，你不管吗？是得管管，要不然太不像话了。秦清寒，还不赶紧赔礼道歉？是他先找事儿。苍蝇不叮无缝的蛋，更何况他的破事人尽皆知。他女儿在我学校都败坏了我学校的声誉，我让他入学，都算给面子了。秦清寒，你不懂得感恩也就算了，还在学校门口闹事儿，你小心我让你滚蛋！放开我！怪不得这里的家长还有孩子都满怀恶意，原来是因为你想干什么？作为校长，从根子就开始乱。我警告你啊！你要敢动我一下，我弄死你！我给你们3个数，之前你们对他们母女说过的话，现在立刻跟他们道歉，否则步他后尘。对不起，是我嘴贱。静思妈妈，以前是我们态度不好。是啊，都是误会，给您赔个不是。我们家孩子欠收拾，我一定教训他。还有他，对不起，是我先骂人的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敢了。他们以前那么恶劣，原来也会有害怕道歉的时候。快走，走吧。秦清寒，老子要上报治安署，要让你们不得善终。静思，这个学校咱们以后不去了啊！妈妈给你办转学去。是那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学校吗？可是学费太贵了。没关系啊，静思不转学，静思不怕他们。思思，妈妈今天谈了笔大生意，咱们有钱了。真的吗？真的呀。原来他必须去那里谈合作，是为了静思的转学吗？回去妈妈给你做好吃的，好不好？好，真乖。开不开心？爸，秦清寒把合同签下来了。你爸妈不常回来？出去工作？哪有什么工作，他们能力有限，之前全靠家族企业养着，现在我出事以后，他们就都被边缘化了。全靠你养？我在公司高层还有位置，也不算太早。我找份工作帮你分担吧。我先做饭去了。手给我。啊，受伤了吧？我发现了吗？就你这点小伎俩，逃得过我的眼睛？今晚你还睡沙发吗？那就得看你妈妈仁不仁慈喽。那静思今晚跟妈妈睡，等妈妈睡着了，我再悄悄给你开门。秦静思，还不快写作业？哦，知道了。
难道金豹那边得逞了？金豹那边好像有变故，音讯全无。音讯全无，那个姓叶的好像真的有来头。那他为什么偏偏选清寒？不知道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张家那边……事已至此，只能把清寒逼上绝路。怎么做？告诉清寒，即便活造成了，也无济于事。要么嫁进张家，要么滚出我们秦家。我们这样逼他，那姓叶的……所以不可以当恶人。你只要做足姿态，让他以为我们秦家受制于张家，举步维艰，而我们也是被逼无奈的。哦，我明白了。那姓叶的不敢跟张家斗，我们就不足为惧。他要是跟张家斗，我们就可以隔岸观火。如此一来，我们就可以置身事外。退一万步，即便是张家输了，清寒身上流着的始终是我秦家的血。不管闹得多僵，只要肯给他低个头，那姓叶的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。那张家赢了呢？那清寒自然就是张哥的玩物了。这个局，姓叶的破不了，所以他那边你可以不用理了，多接触陈渊仲。封浩集团虽然能跟他平分江海暗脉，但终归是后起之秀。陈渊仲根基深厚，只有能靠上他，我们秦家日后才可以昌盛。是。真难喝。西部战区特勤动摇，林强代号磐石；南部战区特勤动摇，杨璐代号叶宵。向少帅报道。向少帅报道。干嘛呢？行了，坐下坐下，大庭广众下。任务进行的如何？我们已经渗透到了骆一晃身边。骆一晃，骆黄集团掌权人，27岁，名下关联资产超100亿，集团业务范围横跨能源、科技、远洋运输，范围极广。可是背景不明，即便是我们也查不出真相。被刺杀的原因同样没有线索。这是老骆的侄女啊，老首长的侄女，是冲着老首长来的。那个老家伙再过几年就寿终正寝了，有必要去刺杀吗？碰过杀手吗？这段时间，骆一晃遭遇了3次刺杀，杀手身上都有同样的刺青，他们的实力也在逐渐的上涨。如果一直这样下去，恐怕时间一久，杀手的势力远超我们。即便我们已经是各自战区最顶尖的战力了。是他们。您知道？我了解的也不多。缺装备就找战区调。这次任务危险系数超越以往。老首长让您尽快去一趟陈家别墅，去见陈老。看来那个老家伙又有新茬了。叶风武是吧？你是？是治安署稽查大队队长陈楠。叶风武，你被捕。为什么？张家的施压呀，已经让我们举步维艰了。所以，用我去舔。清寒，我们也是被逼无奈。这些年，是我一步一步把公司做到现在的地步，你们却为了合作，把我卖给张氏，卖给金豹。怎么？你以为我真的看不清你们心里的龌龊吗？
秦清寒，你让我们秦家蒙羞，可是秦家还在收留你啊。目前张家步步紧逼，你却还是不同意，你是要毁了秦家才满意吗？说到底，不还是要把我逐出秦家吗？好，那我就如你们的意思。秦清寒，你要想清楚，目前江海除了秦氏，没有你的容身之地呀。这绝路可是你自己选的。叶风武，你被捕了。理由？伤人致残，杀人未遂。那个校长处理个垃圾而已，有必要这么大阵仗？这方面你无权过问。你现在应该做的就是接受逮捕，配合调查。行，那我打电话给我老婆，让她放心。没这个必要了。你罪证确凿，将会直接移送监狱，刑期10年起步。放肆！你知不知道你要逮捕的是什么人？行了，可是，你确定要把我送进去？你应得的。我不建议你这么做了。理由？事情闹大了，对你也不好。你威胁我呀？谈不上什么威胁，就想告诉我有后台。罪犯的后台，我倒是真想见识见识。铐上他。是。告诉老陈，今天不找他喝茶了。有人啊，非得请。带走。过岗易折呀，楠楠那丫头，你得好好管管，太冲动不好啊。他那性子确实是个问题啊。喂，你说什么？风武被人押走了？哎，你好，这是。请您把昨天学校的监控打开。好的。是。放大，就是这个。前辈，这是那个人的基本资料。清寒，怎么想起来找我了？陈楠，我家里人被抓了，你能帮我了解一下情况吗？你家人？你爸妈？不是，他叫叶风武。叶风武是你家人？是。是我押回来的，涉嫌恶意伤人。是因为学校的事吗？他是在帮我跟静思出头，你能帮忙说说情吗？对方伤势严重，情节恶劣，已经上升到蓄意杀人的程度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清寒，你对他了解多少？他坐过牢，和封号集团的江浩很熟。江浩就是他的后台，这个人很危险。或许吧。清寒，当初毁掉你的就是这种人。你和静思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安稳，不能再和这种人扯上关系了。可是，我会调查清楚他的底细，我绝不允许这种人再伤害到你。陈楠，
调出他的所有档案，立刻。好的。这是系统出问题了，无权访问，用我的权限。啊。怎么会？两种可能，要么这个人是穷凶极恶的密档罪犯，要么这个人就是军部现役的国之重器。大队长，想起我了？我姓陈。我知道，大队长。为什么接近秦清寒？你认识我老婆？你的目的是什么？这和案情有关系吗？我警告你，别妄想对清寒使什么心思。我是因为喜欢我老婆才被抓进来的。还有，如果没有什么可以查，就放我。坐过牢又认识江浩，手段狠辣，比起国之重器，他更像一个恶徒，不能放任他接近清寒。你走不了了。那可不一定。怎么？有人想请我喝茶，他可不想我坐牢。江浩吗？他的手还伸不到这里。你今天……陈队，有人给他做保，上边让我们放人。放人？今天我在这，天王老子来了也没法给他做保。说，谁做的保？您老子。啊？是您父亲亲自做的保。是什么情况？爸，你为什么要给一个罪犯做保？你说风武吗？是，他有前科又蓄意伤人。好了，不是什么大事，放人吧。我不放。别闹，人家有后台。后台？什么后台能让你这个最高法纪让步？爷爷，够了吧？爷爷，那老家伙糊涂了吧？为什么要给这种……我开着免提呢，你爷爷可在边上。楠啊，是我这个老糊涂让你爸去做保的，怎么样？现在可以把风武放了吧？是，我放了还不行吗？我怎么说来着？去，给他解开。不用了。你怎么做到的？多跟你爷爷学学养气功夫，别整天臭着张脸。大队长，易风武，你这个混蛋，我跟你没完！老首长，人到了。坐。来，尝尝。比咖啡好喝。那能一样吗？回来的感觉怎么样？挺自在的。留给你的时间可不多了。是因为那个组织？名誉存世至今已有数百年了，高度危险。在有限的记录里，他们曾在中东战争中轻易瓦解了地方政权。怎么会盯上洛一晃？原因不明，不过这种致命组织一旦盯着一个人不放，不管他出于什么原因，都绝对不能让他们得逞。你得尽快成为洛晃集团的保镖。
不是说暗中保护就行吗？再怎么说，这丫头也是将门之后。你说风贪狼，理应担责。再说，林强他们也坚持不了多久。那些打破了枷锁的存在会出现。以你的实力，应该能感受得到。这个世界展现给普通人的，不过是一层薄薄的冰面啊！那些游离在暗面的，才是真正的恐怖。我明白。当然，钟叔会派人协助你的。爷爷，是他吗？爷爷，你今天为什么要帮叶风武？你这个混蛋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我不是说了有人请我喝茶吗？爷爷，你跟他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楠楠，先坐。我不坐。他明明就是一个有过前科又高度危险的罪犯，你为什么要给他做保？又为什么让他来我们家喝茶呀？楠楠啊，当年你还小不懂事的时候，爷爷已经欠他一个人情，这一次是还他人情。爷爷，你老糊涂了吧？我不懂事的时候，他就能懂事的让你欠人情了？这个说起来就复杂了。原本爷爷啊是想把你许配给他的。你有病吧你！你是真老糊涂了。我老婆温柔贤惠，长相身材哪一点比不上？确实还不错，不过还是比不过我老婆。说什么？我孙女哪里不好了？我就不喜欢。还够了！你们两个当我不存在吧？全世界男人都死光了，我也不会爱上你这个混蛋。那最好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啊，走吧。啊？我送你。楠楠，别闹了。爷爷，客人要走了，哪有不送的道理？你小子注意分寸。那就得看你家这位大小姐如何注意分寸了。走了。啊，听说你身手不错，来过两招。才刚认识，从哪听说的？我说我听说了，那就是听说了。怎么，你一个大男人不敢跟我打？小姐，怎么了？你别管，今天我就要好好教教他怎么做人。可是他要是被我打趴下了，你就找个担架把他抬出去，听见没有？是。你确定要和我打？你要是输了，你就远离清寒，别再招惹他们母女。没问题。如果我赢了，你就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行，不问是什么条件。反正你也不会赢。李火，你做监长。是。那就开始。反应好快，运气吗？我不建议你走这种大开大合的路子。除非你速度够快，下盘够稳，否则只会暴露致命破绽。不过是运气，你懂什么？喜欢躲，这一下你躲不过。叶风武，你混！叶风武，你混蛋！小姐，你干什么？他的实力恐怕不在我之下，您不是他的对手。那你去给我揍他！小姐，他都羞辱我了，我让你揍他有什么问题吗？
兄弟，要不你道个歉？没事儿，来吧。他自己要求的。我尽可能留情，点到为止，出全力。小子，你是不是有点看轻我了？爷爷的警卫可都是从各大军区最顶级的战力里筛出来的，你死定了！没有破绽，是错觉还是他远强于我？先试试。还有鞭腿，用他打我那招打他。如果是生死搏斗，我能过你几招？一招。你很厉害，我心服口服。你也不赖，反应很快。是不是该兑现赌约了？什么？刚答应的条件。换而言之，无论我现在对你做什么，你都不能拒绝。啊！你要干什么？都说了，我对你没兴趣。别说我欺负你，下次见到我叫声哥。行，叫声听听。风舞哥，下次见，小妹妹。铁风舞，你这个混蛋！输了。是。倒也正常。他到底是什么人？如果当初我没把你调过来，你现在已经是他的人了。啊？难道他就是当今暗部那位？百将之首，代号贪狼。秦氏那边项目交接名单里没有嫂子，他们把嫂子踢出公司了。好一个秦家！要不要灭了他们？不要，最近江海不太平，不要大张旗鼓。那秦家要多少项目，你就给他们多少项目，直到他们比上整个秦氏为止。好，我明白了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在慌张什么？没什么，我赶时间，走吧。既然这戒指挺值钱的，那，青丝睡了。明天我会去找份新工作。能顺利吗？秦家放过话了，大概会四处碰壁吧，但终归要试试。其实你可以直接去封号那边做负责人。那江浩呢？他给你端茶倒水。接到治安署电话的时候，我很害怕。我朋友说你很危险，就连他都查不到你的底细。陈楠他……我和静思最想要的，不是一份工作，
也不是有多少钱，而是安稳的生活。我知道。你不知道。如果不是为了剑丝，我不可能去谈封号的合同。你们那些见不得光的争斗龌龊，对你们来说习以为常，但对我来说就是最可怕的噩梦。我只是个普通人，剑丝还是个孩子，我不想再卷进什么事件里，又怎么可能去封号集团呢？我会保护好你。为什么？贵重的戒指，你说拿就拿。江浩认你当客，你有身份，为什么偏偏选择我？我是看我可怜，保护我，可以满足你的保护欲和成就感。我从来就没有这么想过。那你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你说呀。我现在又能说什么呢？告诉他，我就是那个毁了他衣裳的强奸犯。你说不出来。你再给我一点时间，等任务结束以后，我可以把一切……不用了。戒指，还你。这些天，谢谢你对我们母女的照顾。你走吧，离开我们的生活。清寒，你听我说，这戒指被换了。所以，这就是你让我离开这个家的原因。我可以离开这个家一段时间，但希望你能好好想清楚。为什么他会那么失望？不重要了。秦家赶我出来，也是为了利用张家逼我，也是利用他与张家为敌。对不起，叶风虎，你是个很好的人，只是我不该再把你牵连进来。为什么要拿这么低劣的仿品来换戒指呢？是为了钱吗？秦清寒，是我看错你了吗？也对，终究是我欠他们的。如果把戒指换掉的话，让他们生活过得更好也行。喂，江浩，来接我。秦清寒，我尊重你的选择。到了，进去一定要好好学习啊！妈妈再见，拜拜。喂，妈，你快回家吧，你爸他被人铐住了，他们有你爸的命啊！什么？清寒，你快想想办法呀！到底怎么回事？他被一个叫高和的人给算计了，欠了10万赌债。现在那个叫高和的铐了你爸，要对你爸动手啊！欠了10万，
怎么欠这么多？就是那个高和，从一开始就是冲我们家来的。我跟你爸压根就没防备，有心算无心，就栽进去了。又是设计，是秦家吗？是要逼到我走投无路吗？今天要是再凑不出剩下的8万，你爸的腿就保不住了呀。8万，不是10万吗？我凑了2万。我爸都进去了，你哪来的2万？说清楚。我把你那个戒指拿去当了。戒指还你。叶风武的戒指，那家里那个呢？是假的，我拿去换了。所以，这就是你让我离开这个家的原因。那戒指说什么价值不可估量，实际上也就换2万块钱。妈，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呢？当时你被公司给赶出来了，爸手里又没钱，只能这样啊。哎呀，一个戒指而已，你平时也不戴，他也不看，能怎么样嘛？可我已经把戒指还给他了。还他了？是，我让叶风武走了，你现在又说戒指是假的，你让他怎么看我？怎么看我们家？顿协很顺利，封号集团合作意识很强，给了我们不少项目。这些资产产值都不低啊。是，我查过了，这些都是他们的重点规划项目。如果我们秦家投钱进去，资产必定会翻上1倍。不过按这个势头，整个秦家都得抵押进去啊。五一爸爸，机会就在眼前，没有理由错失。走不成，是封号集团在给我们设套吧？怎么可能？我们又没得罪他，接下来只需要我们加大投入就好了。秦清寒也算是做了件好事。他那边怎么样？已经打过招呼了，不会有公司收留他，很快他就会走投无路。那姓叶的应该也要跟张家对上了吧？不错，除非秦清寒能察觉到我们的打算。不过，就算他有所察觉，也不可能和叶风武划清界限。他不会，依仗就在跟前，人总是需要寻求帮助的。是啊，那姓叶的只能入局了。那我们秦家必定能靠着这些项目一步登天。哎呀，那个戒指就换了2万，又不值钱，就算是要把它赎回来加钱，应该也加不了多少钱。哎呀，当务之急是救你爸呀！啊！我去找陈楠。不行，这事不能闹到治安署，要是让那个高和知道了，肯定不会放过你爸。而且你爸也说不定会进去啊。我去找他借钱。好，你把地址给我，我去找那个高和。行。高哥，高哥啊，姓秦那小子老实了。是呢，我不知道我们为了一个女人，为什么这么大费周章？也有他用，另有他用？什么用啊？刚哥上面那位，明天晚上亲自出面啊？听说是给一个人接风洗尘。刚哥上面那位，是浩哥。
不错，你还挺聪明。我听说那个秦清寒生了经验，我若是在接风晚会上靠他能得到那位人物的侧目，哎呀，或许也能让浩哥多看我一眼。这么多年来，我费尽心思才和刚哥攀上点关系，然后这次攀上浩哥，那不就发达了？大哥，秦清寒来了，让进来。不错，都说是江海角色，秦小姐没让告我失望。这里是8万，求你放了我吧。不够，我爸借了10万，我妈凑了2万，这里是8万。10万那是昨天的价，今天的20万。你在坐地起价？哦，这叫仗势欺人。我们家拿不出这么多钱。我看秦小姐应该是个聪明人，那我就直说了，我希望你能陪我参加一场晚宴。晚宴？哦，只要你在饭局上得一位人物的青睐，我就放了你爸爸，债一笔勾销，一顿饭花20万，这事儿怎么看都划算。云一下如何？啊？这里面说不定是有什么误会，嫂子不像是那样的人。关于戒指这事儿，我再安排人查查。哥，对了，明晚我组了个局，来的都是兄弟，我想让他们见见你，帮你接风洗尘。都行。秦清寒，希望是我想错了。既然秦小姐答应了，那时间就定在明晚。我希望秦小姐能穿得惊艳一点，毕竟不只是我，连你爸爸的命也得看你表现。叶风舞，要是你在的话，不，这样也好。你好不容易才脱身，我怎么能再把你拉回这泥潭呢？那位秦小姐从秦氏离职了，秦家还是没有放过清寒，没有邀请他。邀请他？联想不太对劲。看到了，表哥是个高手。邀请他加入洛皇集团。加入我们？洛皇集团本就该有他一部分。我们的人还要多久到？已经到停车场了，走吧。妈妈，金丝乖，要好好吃饭，听外婆的话。清寒，以后别再乱惹麻烦。
五哥，五哥，哥，这是沈峰，我的头号干将，之前你们见过。眼里藏锋，是个好苗子。这家伙还有个绰号呢，叫猎狗。猎狗？上不了台面，让五哥你见笑了。郑涛、方刚都是沈峰一手带起来的。坐吧。哥，这儿，这些也都是兄弟。坐吧。哥，敬你一杯。来，干杯！不是说有份大礼送给五哥吗？哇，五哥，有个叫高和的小子，听说你过来了，激动的不得了，非得送份大礼过来给你。大礼？秦小姐今晚确实够惊艳。我已经来了。什么时候放了我爸？已经交代过了。留着你爸对我来说也没什么意义，关键还是今晚的饭局。希望你能好好表现。我哥是阿猫阿狗都能见的吗？浩哥说的是，所以说我没让他上来。总归是费了心思。让他上来吧。好嘞。哥，好哥，你上来，别松开。我这就上去。走吧。他就叫高和。浩哥，五哥，东西呢？在门外了，赶紧的。进来吧。浩哥，什么意思啊？嗨，刚哥，地理运气好，逮了只落了难的金丝雀。秦家，秦清寒，江海绝色，就理应给叶哥叫上干去。沈峰，浩哥，你做什么了？瞎了狗眼！峰哥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她是五哥的老婆，是我们的大嫂。高和，我不知道，什么东西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，哥，拖出去喂狗。是，浩哥，我。浩哥，今晚的事是我做的不对。这个手就当我赔给大嫂了。五哥，是我对不住你。这不是你做的，他不是你们的人，错不在你们。事情毕竟因为我们而起。去包扎吧。为什么来这里？我有苦衷。什么苦衷？钱吗？你可以不要戒指，你可以把我赶出家门。为了钱，你连自尊都可以不要。说话
你有没有想过，今天坐在这里的，如果不是我，是别人，你会怎么样吗？你不知道啊！你打算鱼死网破？我没有别的办法。我要是不来，我爸他就……你可以告诉我，你为什么不跟我说？明明所有事情都可以跟我说。我好不容易才把你推开，我没有资格把你拉进这个泥潭。你真是一个傻子。你封我，你抱太紧了，我喘不过气来。我是个孤儿，从小就被父母遗弃了。养母是我唯一的依靠。在17岁那一年，她也走了。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活在烂泥里。也在那时候，我遇到了江浩。我们就像两只野狗一样，如果不去争，不去抢，会被人踩在脚底下。那个时候，要是有人拉你一把，就不会有今天的我。我这个人粗鲁、专制、心高气傲，只要是我认定的，我都一定要做到。我喜欢枪，喜欢酒，也喜欢你。这就是你想知道的我过的前半生。可你的蛮横让我不安，但也只有这样才有办法守护你。我知道你心里有刺，如果没有那个毁掉你清白的事件……你别说了，我不想听。我是说如果那个人也是被陷害的，身不由己，你会给他机会原谅他吗？不会。不会吗？他毁掉的不仅仅是我的清白，还有我的人生。因为他，我所有的梦想都变成了泡影，只剩下绝望。我扔了画笔，去转修工商管理。我努力把公司做大，忍着他们的白眼嘲笑。我爸，我妈，甚至静思，甚至我今天来到这儿，一桩桩一件件，都是因为他。你觉得这么一个人渣，我怎么可能会原谅他？清寒，以后不会了。你放手！我会照顾好你们母女，我不放。别碰我！无耻！看来是我冲动了。哥，人处理干净了。是高和给秦志设了局，嫂子也是被逼的。我知道，给高和发消息的人叫刘福。原来是他，已经叫人去处理了。嫂子那边暗中保护，该送的钱给他送回去。你不去吗？我不去，他现在应该也不想见我。好。另外，关于那个戒指，有消息？在陈元仲手里。他倒是懂事，知道我想弄他，自己把脖子洗干净送上。
醒啦。这些钱哪来的？那个姓叶的，他朋友送过来的，说是什么高额的赔偿，20多万呢。这些钱你怎么能收呢？为什么不收啊？你爸被打得那么惨，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呢。再说了，你不还得还陈楠的钱呢？你不得把那戒指赎回来？戒指？当票呢？当票给我。你要干嘛？把戒指赎回来。你真赎啊？那又不是什么值钱的玩意儿，你干嘛非得把当票给我？我去给你找，行了吧？哎呀，您好，是来看古玩还是典当啊？我是来赎我之前典当的戒指。啊，稍等一下。这里没有你的戒指，你可以回去了。没有？这怎么可能？要不你再确认一下。说没有就没有，你要是再胡搅蛮缠，我就叫保安了。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啊？他来赎戒指。赎个戒指，你们都办不好了？没事。我们这有他的戒指吗？我们没有，他那当票是伪造。伪造的？这位小姐啊，你到我的地盘无中生有，你是不是太不把我陈元仲放在眼里了？我没有伪造，更没有无中生有，你们这是颠倒黑白，这是无法无天。放肆！颠倒黑白，无法无天，可不是这样。什么意思？哎呦，你长得不错呀，挺漂亮。去，毁了她的脸。是。小姑娘，记住了，这才叫无法无天。你是不是人？老东西，几年不见，就长本事。叶风武，你怎么来了？心有灵犀。你说什么？我来找这老东西要账，只是刚我进门的时候，见到有人找死，看来这个账得连本带利好好算了。你出狱了？怎么没死在里面也很失望？哎呀，我们都多少年的老相识了，惺惺相惜还来不及呢，怎么会痛下杀手呢？你儿子的腿好了？你有最好的药和最好的医生，就不劳您费心了。不错，今天就看在你敢动我老婆的份上，下次我再动手，就连渣都不用给他剩了。弟妹这个事儿是个误会，误会。去，把弟妹那张票找出来。那可不是无中生有吗？去给我找出来！按收据上说，赎回戒指要2万2，我给你3万，剩下的就当是医药费。看看我老婆想得多周到。现在把戒指还给我。怎么不想还啊？老东西，舍不得是想留给你自己，压棺材板吧？哎呀，
那戒指前2天被人偷了，还有人能在你眼皮子底下偷东西？说来惭愧啊，家贼难防啊！我已经派人去追了，如果找到他，我肯定废了他；如果追回来，我会亲手奉还。这戒指才2万块钱，谁会拿2万块钱？东西在你这儿丢的，你得赔吧？赔？去10万块钱来。100万？500万，不然我就新仇加旧恨，跟你一起算。贝卡，对不起，我没有想到会这样。道什么歉啊？2万块的戒指，倒赚700万，你应该开心才是。这太晦气。老板，就这么让他们走了？那不然呢？让他们把这里砸了，然后再废了你们。可我们……不行，江浩在给秦家布局，而秦家又想攀附我们。这个钱他拿得走，他的命保不住。这个戒指啊，确定是真品？哦，送到指定地方了，已经在路上了。好，叶风武啊，叶风武，这500万不亏。还在想？我还是想把戒指还给你。比起贵重的戒指，你的安危对我来说更重要。可是，哎，别可是了。如果觉得过意不去的话，就让我回家吧。这几天不见，静思应该很想我吧？好。那你要答应我几个条件。我先说好，我不睡沙发。那打地铺。不如睡沙发呢，地板那么硬。在我房间。一言为定。那说好了。那以后少涉险，特别是跟江浩他们。我想你能平平安安。没问题，江浩那小子办事，我一向不迟。可惜戒指拿不回来了。丢不了。你妈不识货，但陈渊仲认得。你的意思是，陈渊仲把戒指藏起来了？那你为什么不揭穿他？他想藏，那就让他藏呗。我倒想看看他那条命能压住那戒指几天。少帅，出事了！洛阳皇御府引枪重伤，怕是挺不过去了。说什么？怎么了？私人飞机失去联络了。果然，那些杀手已经急不可耐了。幸好这只是明面上的行程，你真正做的是这趟直达的高铁，3个小时不停靠。等他们发现您不在飞机上时，也来不及补票设伏了。只是这次会谈真的值得吗？值得。况且到时候会有人保护我。他们是什么人啊？可能是家族安排的人吧。你的家族？或许是想修复关系，但是我和他们早就没可能缓和了。尤其从叶家联姻开始。那个京城将门，听说叶家的小少爷自小就遗失了，不然的话我已经嫁给他了。对了，我让你查的事情怎么样？
在这儿，跟在秦小姐身边的叫叶风武，曾经混迹于江海地下，18岁入狱，从刑期上看刚刚出狱，履历很脏。劳改犯吗？就这些？是掩饰，能在履历上把过往抹得这么干净，本身就是一种特权。劳改犯只是伪装，有人想藏住他的身份还有过往。叶风武绝非常人。那我们先让千寒进公司，叶风武无论目的怎么样，我们早晚都会碰到。是。啊，陆总，该发车了，走吧。好。抢救顺利，林强的状况稳定下来了。算这小子命大。这次的杀手很像你提到过，解开枷锁的人。对，那些人的体能和力量堪称怪物，他们很可能会再次动手。而落叶皇的真正行程，我已经到了，剩下交给我。林强的血债，我亲自去收。说好了呀，妈妈，你不舒服吗？没事。叔叔他还不回家吗？好不容易周末，静思很想跟叔叔一起出去玩。静思乖，叔叔呢，有事出去了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最近找了份工作，然后需要我去帮忙。需要你去解决？本应该就是我的任务。等一下，你把车先开回去，会有人来接我。但是你答应我，不要再让你自己置身险境。好。叶风武，你答应过我，一定要平平安安的。安心，这世上能拿我命的人还没出生呢。明明我之前也经历过危险，可为什么只有这一次让我心里这么不安呢？这是我们的人，都是高手。罗总，这趟行程我们会保证您的安全。接下来的3个小时，您可以放心的休息了。有他们在，就没人能对你行凶。没人能行凶。8个人都是养不起的，提前把这节车厢买空了吗？你好，可以帮帮忙吗？箱子坏了，我提不动。普通人太重了，谢谢。谢谢你啊，好累啊。谢谢你，请你喝咖啡。你好，我叫杨舒熙，江海大学的。你呢？你叫什么呀？你也是去东京的吗？是出差还是旅行啊？切，装什么酷啊？平时都是别人追着我聊的，哼，居然不理我。喂，大叔，这里气氛怎么怪怪的？大家都不怎么说话哎。
你又冷着脸，该不会是在扮演什么高冷特工吧？你要是想跟我开房间，大可直接报房号。你说什么呢？大家都是成年人，坦诚一点。不要，别害羞，来试试。我不喝。哎，你干嘛？要不我带你去厕所洗一洗？不用，你别碰我！你个变态！别浪费时间，一起上。洗干净了？你干嘛？水龙头断断续续的，好像坏了。啊！这个人干什么？一会儿又冷酷，一会儿又耍流氓的。果然，穿这儿干嘛？我感觉气氛怪怪的。那些人都死了，换个车厢吧。你吓唬谁呢？我才不会。这位先生，你走错车厢了。哎呀，我买的是站票，你就是腿站得太酸了。看你这边空位挺多啊，借我歇歇脚呗。抱歉，请你马上离开，否则让他坐吧。这人来历不明，放在视线里看着，总比在暗处好。知道了。你坐那儿，不准动，也别乱看。谢了。你干什么？谁让你过来的？你的保镖警惕性很差，你知道吗？你们俩现在知道了。放开我！否则我杀了你！我的命值多少钱？你在跟我谈条件？我自认有这个资本。杀手失信可是大忌。那你的信誉又值多少？不愧是有钱人，说话就是硬气。大叔，不好了，我们车厢的人都死了。你们在干嘛？人都是我杀的。啊？怎么会？坐那边去。你开什么玩笑啊？
你不想死，就坐下。放开林雨，你想怎么谈，我都奉陪。行。这趟车时速300公里，中途不停。我想不通你现在动手的理由是什么？觉得我插翅难飞，下不了车？哎，过来，快点，打电话给治安署，跟他们说9号车厢有一枚可以把整台车炸烂的定时炸弹。啊！9号车厢不是我们刚刚……对，你上过的厕所。怎么会？打电话。喂，是治安署吗？这就是你的计划？谈不上，毕竟炸弹不是我放的。打完了。关机。哦。坐呀。因营运路线调整，列车将在前方到站临时停靠，请各位乘客耐心等待，并配合乘务员的安排，进行例行检查。列车临检，请配合出示身份证。叶风武，江海人。他是叶风武吗？一个人去东京？哎，我和老婆还有小姨子回趟娘家。不好了，9号车厢出人命了！什么？快带我过去！别装了，起来吧。来，起来。你带他回江海。我跟你老板找个地方谈。走吧。除了手机没别的，首饰、项链，其他能定位的没了。那就好，免得那帮家伙闻着味道找过来。让我谢谢你吗？也不是不行。那你又和他们有什么区别呢？他们要你的命，而我目前只要你听话。出去接个电话，乖乖在这待着，别有小动作，否则孤男寡女的，我指不定会对你做些什么。人没事，就是有点误会，但无关紧要。明天调多一点人出来，不然等一下，干嘛呢？夜床服务先生，要不找治安署吧？不行。为什么？他很强，除非以压倒性的优势瞬间把他控制住，否则那岂不是拿他没办法了？或许我们能有让他不得不妥协的筹码。通知下去，让公司尽快与秦清寒取得联系。秦清寒？怎么，你认识啊？不认识。我只是好奇，为什么要联系这个人啊？终归是藏不住心事的小女生，或许能利用起来吧。因为叶风武
就是秦清寒现在的丈夫。你说什么？你是怎么发现的？夜床服，听着高级，无非就是里里床单、整整棉被，国外高级酒店的标配。可这破酒店，连瓶免费的水都没有。你们名誉的狗，可是一点都不接地气。743，动手！亏我耐着性子废话半天，结果只有几个 Z 级的杂碎，真当我来这儿过家家了？啊！林玉能听到吗？我在，骆总，你怎么样了？暂时安全，但是我的手机被他没收了，我只能用手表跟你通话。我定位已经发给你了，尽快通知我们的人。是。还有，找到秦清寒。我知道了，已经在联系了。或许秦清寒就是他最大的软肋，但愿他会在乎。在乎什么？没什么。别藏了，该换地方了。你知道了？不然呢？那，你之前的警告……不给你警告，怎么把那些东西调出来？我还要去收债。收债？走吧。老总，集团让我来接您，还好你没事。你是？我是事业部的助理，我姓周。林小姐一下车就通知我们过来了，是这位先生保护了你吧？这边请。等一下，你们集团助理还有随身带枪的习惯？带枪？不错呀，你突破枷锁。你是谁？我家不该有你这样的高手。现在不是有了吗？你到底是谁？就算你突破枷锁，也是最弱的那个。你是靠偷袭才伤了林小姐。你性很强，我不是你的对手。这武器对你的伤害都有限，所以呢？但是他扛不住。阎王点猫，躲开！叶风武，那个叶风武杀人放炸弹，还绑架挟持，怎么能是我表姐的老公呢？但是现在也没机会联系表姐，该怎么办啊？骆总，什么？怎么了？该不会是叶风武真的伤到你老板了吧？叶风武，整个秦氏都已经抵押进去，就算这样也填不上窟窿。再这样下去，怕是整个秦氏都要拱手让人呐！明明只差最后一步，难道是封浩集团给我们设的局？不可能。
所有合作项目都没问题，只是我们资金出了岔子，这怨不得封号。除非张家帮忙，但那姓叶的还没跟张家对上。那万一他真的有身份，而我们又选了张家，那不就完了？什么事？你说什么？我知道了。好。爸，那姓叶的死了。死了？林氏出了大事，具体不清楚，但死的那个人叫叶风武。是张家动的手？这个不太清楚啊。死得好啊，如此一来就无后顾之忧。那秦清寒，事已至此，不必温吞，直接把那野种绑回来，告诉清寒，不上张哥的床，就要那野种的命。是。手给我。婚都求过了，客气什么？怎么就想起他了？喂，姐。喂，小希。姐，你怎么突然给我打电话？叶风武，你认识吗？你怎么知道他？他真的是你老公？为什么这么问？是出什么事了吗？姐，你做好心理准备，他出了事故，你没有老公了。叶风武，他死了。这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您稍后再拨。叶风武，我喜欢枪，喜欢酒，也喜欢你。你接电话呀！比起贵重的戒指，你的安危对我来说更重要。清寒，出事了！景思被人绑走了。金丝怎么了？是你爷爷，是那个老不死的，他把静思绑走了，他要你回老宅，不然他就要静思的命啊！清寒，你怎么了？啊！要不我们去找那个姓叶的吧？虽然他不是什么大人物，真动起手来，你爷爷得避着他。找不到了，他去哪儿了？你跟妈说，不行，我去求他。求不到了。这怎么会？他不是一直对你挺好的吗？你们闹别扭了？他死了。啊！叶风武，他死了。死了？这他之前不是好好的吗？这怎么就……
我不信他死了。那我们去秦家，去找静思。静思不能有事。那叶风舞呢？答应过我要平平安安的，就一定不可能出事。我没有看到他的尸体，他就一定不会死。可是没有叶风舞，我们怎么找到静思啊？大不了玉石俱焚。秦广南想要张家的青睐，可若是我不在，静思呢？酒店房间已经给你备好了。张少一会儿就到，你先去收拾收拾。先把静思放了。不是在跟你谈条件啊。你们就不害怕我死吗？就不害怕我跟张哥同归于尽？那时候你们想攀上张家的美貌，还做得下去吗？那又如何？张家攀不上，还有下一家。要是你死了，那小野种就只能陪葬喽。你狠得下心吗？你们无耻！秦寒，现在没人护着你啊！早知道那叶风舞死得那么早，我们秦家不会让他蹦跶那么久，早该随手摁死了。不好了！怎么了？秦家被围了！谁敢围我们？找死不成？是江海半边的暗脉，还有江海军区的部队。暗脉部队在说什么？我们也没有惹他们呀。秦广南，你个老东西，是真他妈的该死！是你，是你！没事。老子今天